有人来了，所以穿衣服。你们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景欢妹妹与苏世子已有肌肤之亲，终究是我高攀不起。婚约作罢，望景欢妹妹日后珍重。罢了，事已至此，强求也无益。贤侄，是老夫教你无方，我们刘家对不住你。老夫人、老爷，大小姐年轻，难免有行差踏错的时候，她心里定是知道错了。您二位慈爱，就原谅她一次，别让她跪着了，地上凉。你给我继续跪着！不知廉耻的东西！老爷息怒，气坏了身子，可怎么好？老夫人世伯，魏全、萧刘两家多年情谊，小侄斗胆，愿求娶二小姐锦心，以续旧约。如此也不失为一桩美事。锦心温柔贤淑，配你正好。你能嫁给苏世子，本就是高攀了。吴安侯府不仅肯要你，还愿意以正妻之礼娶你，这是咱们刘家祖坟冒了青烟，是你的福气。出了那样的丑事，人家不嫌弃你就不错了。婚期定在半个月后，往后嫁过去，务必安分守己，孝敬公婆，和睦亲族，莫要再生出任何事端，听见没有？是，女儿听见了。下去吧，别在我面前碍眼。刘家嫡长女被退婚、被构陷、被家族抛弃，有意思。她的眼睛里没有绝望，只有杀气。世子好雅兴，听强讲。夫人好手段，将计就计。看来这京城的水要浑了。大小姐，舅老爷和舅夫人来了，此刻就在花厅。好。我与卓祥此番进京，一是替家父拜访几位故交，二是他老人家实在记挂外孙女，特让我们来看看景欢。另外，也想问问景欢与萧家的婚事，日子可定了？舅舅、舅母，哎呀，快让舅母瞧瞧，我们景欢真是长大了，模样气度越发好了。你外祖父发了话，叫我与你舅舅此番进京，定要看着你风风光光的出嫁。对了，你母亲生前为你定下的那桩亲事，婚期可有定下了？景欢不敢隐瞒舅舅与舅母，萧雨辰已经退婚，不日便将迎娶二妹妹锦溪。何时的事？因何退的？妹夫，你就这般应了？让他自己说，是他做下的好事。醒来便与武安侯世子同处一榻。景欢莫怕，那个引路的小丫鬟呢？一定是有人在背后设计陷害。此事舅舅定为你讨个公道。儿子，都怪我们来迟了，这些日子怕是受了不少委屈。舅兄，你不在京城，不知我的难处啊。这女儿家家的名节最是重要，大小姐她……梅姨娘，我与我夫君在同妹夫说话，一个妾室，这里有你插嘴的份吗？武安侯府门槛高，也算是你们老刘家都高攀了。为了避免锦欢嫁过去后被侯府轻视，这嫁妆是必不能少的。小妹当年的嫁妆单子我一直带在身边，如今正好全部都给锦欢做嫁妆。此外，我们沈家会在京中另添2处铺面，100亩良田为锦欢添庄。妹夫，锦欢是你的嫡长女，你们刘家打算出多少给她做嫁妆？舅兄与嫂子一路舟车劳顿，不如先在府中歇息几日。嫁妆之事，我们从长计议，不必麻烦。我们在京中自有老宅，已着人收拾妥当。我与景欢多年未见，心中甚是想念，想带他回老宅说说话，明日再亲自送他回府。那武安侯世子的名声，我着人仔细打听过了，吃喝嫖赌无一不精。锦欢，你怎能自己往那火坑里跳？是啊，那个纨绔如何配得上你？你若不想嫁给萧雨琛，咱们可以再仔细相看别的好人家，何苦作践自己？舅舅、舅母，是我选中了苏之遥。为何？我要的是武安侯府世子夫人的位置，有了这个身份，许多事办起来才更容易。可你这般行事与赌博无异，若武安侯府不认账，或入门后待你轻慢，你当如何？我有证据可证清白，若他们不肯以正妻之礼迎娶，我便另谋他路。我并非武安侯府不可，可女子的名声一旦沾了污点，就再难洗清了。外头的流言蜚语如何堵得住？你一个女孩子怎么受得了？舅舅、舅母，流言是可以操控的，操控。你是个有主意的，罢了，
既然你心意已决，舅舅便帮你。以后若有难处，记得写信告诉我们。是，景欢先谢过舅舅与舅母。刘景欢，你到底想做什么？非要把这个家闹得鸡犬不宁才甘心吗？你母亲的嫁妆，这些年府中周转用了一些，你如今要存数拿走，是想逼死我们吗？父亲说笑了，母亲的嫁妆是私产，从不是刘家的宫中财物，为何用的不是宫中账目，而是我的东西？如今我只是取回本就属于我的东西，何来逼死一种？你这是翅膀硬了，攀上了侯府的高枝，就不认我们这些家人了？家人，父亲，在我被污蔑与人有染，被萧家当众退婚时，你可曾当我是家人？在我即将被送往嘉安了此残生时，你又可曾念及半点父女之情？大小姐，老爷也是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您是嫡长女，是妹妹们的表率，怎能如此咄咄逼人，不顾念骨肉亲情呢？姐，父亲近日是打算与我好好商议，还是准备让他们来一场哭戏，用眼泪把母亲的嫁妆冲走？让他进来，我倒要看看我刘家怎么养出了这么个白眼狼。刘景欢，你跪下！反了，真是反了！你母亲死得早，是我和你父亲把你拉扯大，如今家里为你操持婚事，你不知感恩，反而勾结外人，回来逼迫自己的亲祖母和亲爹，你的心是铁做的吗？祖母说完了。既然说完了，那就轮到我了。祖母说家道艰难，那我倒想问问，这些年您拿我母亲铺子里的分红去补贴您的娘家侄孙时，可曾想过家道艰难？梅姨娘，你将我母亲留下的珍贵皮料拿去做衣裳给你儿子铺路时，可曾想过府中不易？还有你，刘锦心，你头上戴的簪子是我母亲的遗物，你带着它去和萧雨辰私会时，可曾想过姐妹情分？你们将我母亲的嫁妆当成自家金矿，肆意取用，挥霍无度，才有了刘家今日的窘迫。现在你们却反过来指责我，说我不顾亲情。我告诉你们，母亲的嫁妆一分一毫我都不会少拿。你们今日的窘迫，是你们自己贪婪无度的结果。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嫁妆单子上的东西都在库房，有本事你自己去拿。去，带上人，我们去库房。你敢！老夫人，母亲，祖母，你别吓我，你别吓我！大小姐，老夫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就是刘家的罪人。钥匙，库房的钥匙，谁也别想拿走。老夫人说了，谁敢动库房，就从他的尸体上跨过去。祖母您怎么样了？快去请大夫啊！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府里请王大夫！不行，府里的大夫怎么行？祖母这病来得如此凶险，定要请全京城最好的大夫。万一耽搁了，我们谁担待得起？还请几位大哥跑一趟，立刻去请济世堂的圣手张院探，就说我刘家老夫人病危，10万火急，备上快马，诊金不论多少，救人要紧。是，胡闹！你祖母只是气急攻心，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快让他们回来！父亲，这怎么是胡闹呢？祖母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再者说，我如今即将是武安侯府的世子夫人，若传出我弃病亲祖母却不请良医救治的名声，丢的不仅是我的脸，更是整个刘家和武安侯府的脸面。张院判，院判大人，家母的病如何？老夫人的病十分蹊跷啊！蹊跷，还请院判大人明言。老夫人脉象虽有些急促，但中气尚足，并无大碍。依老夫看，不过是急火攻心，导致气血一时不顺罢了。静养片刻，自然无虞。原来祖母并无大碍，真是太好了，这下景欢就放心了。不过此次气血上涌，虽无性命之忧，却也伤了根本。若不及时调理，恐会留下病根。老夫这就开个方子，
好生为老夫人安神定气。100年的人参须3间，定心安神；天山的雪莲瓣1分，清心去火；东海的暖玉磨成粉，温养气脉。药材虽金贵，但念及老夫人身体，刘大人自当舍得。此方连服7日，不可间断。切记，老夫人须得静心，万万不可再动怒了。哎呀，母亲，你醒了。妹夫，既然老夫人已经醒了，想必身体也无大碍，现在总该让景欢去清点嫁妆了吧？还是说你们打算让老夫人再气急一次，好让张院再开一副更金贵的方子？你把钥匙给大小姐。多谢舅舅为景欢做主。红玉、红绫，掌灯。沈管事，劳烦您从第1页开始，逐一清点核对，有的写缺失，不对的写调换，另起新册，亏空一笔一笔记清楚。是，大小姐。侯爷，大小姐，清点完毕，所有亏空按市价折算，总计27万4千两白银。3日之内，要么把东西原样补齐，要么我们就京兆尹府衙见。27万4千两，完了，全完了！娘，您告诉我那些东西呢？库房的钥匙一直在您手里，那些东西都去哪儿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在质问我吗？我一把年纪，还能贪了你亡妻的嫁妆不成？还有你，这些年家里是你管着，你说你是不是动了那些东西？老爷，冤枉啊！妾身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动夫人留下的嫁妆啊！老夫人一直看着，妾身能做什么手脚？好你个狐妹子，自己做了丑事，倒想把脏水泼到我老婆子身上。这些年，你给你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打点关系，给你女儿锦心置办首饰衣物，花的难道都是天上的风刮来的钱吗？你果然……我没有，我给锦心置办的全在宫中账上，反倒是您。前年送您侄儿的那对血玉麒麟，那可是大小姐母亲嫁妆里最贵重的摆件。你胡说八道！我胡说？去年您侄孙百日，您送的那尊纯金长命锁，上面嵌着东海明珠，那也是嫁妆单子上的。您拿真品换赝品，账目做的天衣无缝，以为我不知道？反了，真是反了！我打死你这个搬弄是非的贱人！您打啊！您就算打死我，也堵不住悠悠众口。张姐，我们终究是一家人，你非要闹到鱼死网破的地步吗？妹妹说的是，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当初你和萧雨辰在后花园里行那苟且之事，在联手将我推入火坑，让我身败名裂的时候，可曾念过一丝一毫的家人情？妹妹怎么不说话了？那日寿宴，你也是这般楚楚可怜，一边劝我喝酒，一边看我落入陷阱，嘴上说着一家人，心里是想取而代之吧？不是的，张姐，你在胡说什么？还有你们口口声声说家族荣誉，说一家人，那在我被当众污蔑清白，被萧家退婚之时，你们谁站出来为我说过一句话？没有。你们只想着如何平息事端，如何拿我的名声去换取萧家迎娶锦心的承诺。与其在这里跪着求我，不如好好想想那些被你们变卖、赠送、挥霍掉的东西都去了哪里。或许挖地3尺还能凑得齐呢。世子爷到！不知世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岳父大人言重了。本世子这不是快要大婚了吗？心里挂念锦欢的紧，特意过来探望探望。怎么，看府上这气氛，莫不是不欢迎我这个未来女婿？岂敢，岂敢！世子请上座。一日不见，我的世子妃真是越发好看。世子谬赞。世子妃不必多礼。哼，这瓶子成色一般啊，岳父大人不是我说你，锦欢可是要嫁入我们武安侯府的，这门面上的东西可不能太寒酸了。是，世子说的是。锦欢啊，我母亲天天念叨你，她说沈家乃江南望族，嫁妆必是冠绝精华的，侯府最好的库房都备好了，就等你的10里红妆，让京城知道
侯府的儿媳是何等的金尊玉贵。岳父大人，告辞。莫让贼人偷了去。小姐，梅姨娘那边有动静了，她鬼鬼祟祟的让人抬着一个大箱子往库房那边去了。终于按耐不住了。快把这个抬进去，把原来的那个换出来，手脚麻利点，别磕着碰着，这可是好东西。姨娘深夜不睡，倒有兴致来库房替我清点嫁妆，真是辛苦你了。大小姐，你误会了，我是看这库房许久未曾打扫，怕你母亲的宝贝蒙了尘，特意带人来擦拭一番。擦拭？用这个赝品来擦拭吗？这是我特意寻来给你添妆的，想着先放进来，给你个惊喜。确实是好大的惊喜，用一件赝品换走我母亲留下的遗物，再趁着清点之机蒙混过关。梅姨娘，你这算盘打得真是响啊！刘锦欢，你别血口喷人，我好歹是你的长辈，这刘家还轮不到你来撒野。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我的手！我的东西你也配碰？把他拖出去！老爷您来了！刘锦欢，你这个逆女，你在做什么？还不快把你姨娘放开！老爷救我！父亲来的正好，府中出了家贼，女儿正替父亲清理门户，免得家丑外扬。胡说八道！梅姨娘是你的长辈，你如此折辱于她，还有没有半点规矩？长辈？敢问父亲，哪家的长辈会半夜用赝品调换嫡女的传家宝？梅姨娘是妾室，也是奴才，她今日所为监守自盗，女儿恳请您请出家法，按族规处置，以儆效尤。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误会。刘大人，我妹妹留给我外甥女的遗物被人偷梁换布，你也管这叫误会？是不是非要我拿着状纸去京兆尹府走一趟才不算误会？将梅姨娘带下去，禁足于静思院，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踏出半步。府内中顾即日起交还给大小姐暂管。至于那屏风，还有清点出来的所有亏空，全都由她自己想办法。3日之内必须全部补齐，否则家法处置。欢儿，嫁入侯府，万事小心，受了委屈别自己扛。记住，你舅舅和你表哥永远是你的靠山。舅母放心，欢儿晓得的。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我。天哪，这是刘尚书家的嫁妆，你懂什么？这是刘家的底蕴，刘大小姐才是真正的金枝玉叶。你们说巧不巧？今天好像也是萧家迎娶那位二小姐的日子吧？这就是萧家的迎亲队，跟刚才的比，简直是云泥之比。可不是嘛！听说刘家为了填补大姑娘的嫁妆亏空，家底都掏空了，哪还有钱给二姑娘置办？萧家这回算是捡了个便宜货，还沾了一身腥。新郎新妇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夫人这出声东击西玩得漂亮，不知洞房花烛夜又为为夫准备了什么惊喜。礼成送入洞房。夫人，从尚书府的弃子到武安侯府的世子夫人，这一路走来，想必很辛苦吧？不过你放心，既然进了我苏家的门，往后只要你安分守己，学着怎么伺候夫君，我保你一世荣华。怎么可能？啊！刘锦欢，你疯了！我可是你夫君。现在你知道谁说了算。时辰差不多了，世子该动身去给父亲母亲敬茶了。儿子给父亲母亲敬茶，儿媳给父亲母亲敬茶。起来吧，都是一家人了，不必多礼。昨夜歇得可好？多谢母亲关心，一切都好。世子待我很好。哦，之遥呢？甚好。我听闻你娘家的事情颇为繁杂。回母亲，家事科办，让母亲挂心了。如今锦欢已是种种，皆如云烟。往后心中唯有侯府与夫君，定恪守本分，侍奉公婆，
为侯府开枝散叶。你是个好孩子，志瑶这孩子从小被我们惯坏了，性子顽劣跳脱，以后还要你多担待着些。母亲言重了，世子就赤诚可爱，夫妻一体，本就该互相扶持，何来担待一说？往后锦欢定会与世子同心同德。去将库房的对牌取来。咱们侯府人少，事儿也少，不像有些人家安杂事儿一堆。你是个聪明的，知道该怎么做。儿媳谢母亲信任。芷云，怎么了？可是菜色不合胃口？回伯母的话，侄女只是见世子哥哥和新嫂嫂这般恩爱，心中替哥哥高兴罢了。新嫂嫂真是好福气，前几日京中传得沸沸扬扬，我还替嫂嫂捏了一把汗。萧家也算有头有脸，竟做出那等背信弃义之事，实在可恶，让妹妹挂心了。说起来，我与妹妹年纪相仿，日后在府中还望妹妹多多指教。指教可不敢当，只是侄女有些想不明白，嫂嫂出身名门，才貌双全，怎会被人嫌弃呢？莫不是其中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内情？妹妹是觉得陛下亲赐的婚事配不上妹妹的非议吗？我没有。妹妹有所不知，锦欢与世子的婚事是侯爷与夫人亲自过府提请，由我父亲与祖母应允，3媒6聘，明媒正娶。妹妹质疑我配不上这门亲事，岂非是在质疑侯爷与夫人的眼光与决断？更何况这桩婚事是陛下亲下恩旨，体恤侯府与刘家才预成的，皇恩浩荡，天威难测。妹妹非议这桩婚事，是在质疑圣上。我没有，我不是那个意思。陛下与侯府都知道，那是小人构陷。妹妹今日拿出来非议，是在打谁的脸，又在质疑谁的智慧？放肆！身为侯府贵女，不修口德，不敬长嫂，甚至连皇家威严都敢妄议，是谁教你的规矩？伯母，我错了，我真的错了，让你受委屈了。母亲言重了，都是一家人，妹妹年纪小，口无遮拦罢了。还不给你嫂嫂奉茶赔罪，然后滚回你的院子，禁足1月，抄女戒100遍。等一下，我承认我小看你了，我们或许可以谈谈。谈什么？谈世子今日为何一反常态，没有在宴席上失言闯祸，让侯爷与夫人头疼。夫人今日舌战群书，将皇家威严与侯府体面玩弄于股掌之间，不也与传闻中那个任人欺的刘家嫡长女判若两人？世子这出风尘戏还要唱到什么时候？侯府功高盖主，圣上心中难免猜忌。你再表现的文武双全，只会让皇家更加忌惮。你宁愿顶着纨绔的恶名藏起锋芒，不过是为求自保。我说的对吗？刘锦欢，你果然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没错，我是在演戏。那你退婚那日，你眼中没有惊慌，只有算计。那场捉奸是你借力打力、金蝉脱壳的局，你不想嫁给萧雨辰，你要的是一个摆脱刘家的套牌。所以，你是来与我拆伙的？不，我是来与你真正合作的。做个交易，我需要一个聪明有手段的世子夫人做我的挡箭牌，让我继续做我的纨绔子弟，暗中布局。作为回报，我给你侯府的庇护和权势，让你去报仇。刘家、萧家，只要你有本事，我绝不干涉，还可以为你提供便利。好，合作愉快，我的世子妃。合作愉快，不过我有个条件。哦，说来听听。能让我的世子妃当做交易的条件，想必不是什么小事。我的条件就是这个，我要世子爷帮我夺回我名下所有产业的实际控制权。这是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产业，京城内外，这本是刘家每年呈给我看的账，看上去年年盈利，风光无限。而这本是我的人暗中查访数年才整理出的真实账目。母亲去世10年，这些产业在刘老夫人和我那位好姨娘的照看下，至少有30万两白银的利润，不知所踪。大部分掌柜都是他们的心腹，重宝私囊，做假账，贪墨亏空。你要我怎么帮你？派侯府的护卫去把他们都抓起来？那是蠢办法，抓了一个会惊动一群，他们根深蒂固，账目做得天衣无缝，送官也只会是一场烂皮。我要的不是官府的审判，而是他们的恐惧。借世子爷的恶名义恶，你陪我演一出戏，让所有人都相信你这个纨绔为了替我出气，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要用你的事压垮他们的胆。好一个借势压胆！没问题，这个条件我接了。就从最大的那家广来楼开始，听说那里的连掌柜
是你祖母最忠心的一条狗。哟，这不是大小姐吗？哦不，现在该叫世子妃了。不知世子妃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想必这位就是武安侯世子爷了。小的连中给世子爷请安。连掌柜，我今日来是想看看广来头的账。这账目不是每季度都送到府上给您过目了吗？广来楼生意兴隆，全赖老夫人鸿福齐天，绝不会有半分差池。账册我是看不大懂，但我夫君懂。哦，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跟本世子的夫人阴阳怪气？账本有没有问题，是你说了算，还是本世子说了算？世子爷饶命，小的不敢。我家夫人说账不对，那就是不对。现在你是想自己把真的拿出来，还是想让我帮你把堂子掏出来找找？世子爷，夫人，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小人对刘家忠心耿耿，账目绝无问题。您就算杀了小人，小人也拿不出第二本账册啊！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东西。连掌柜，你说你忠心耿耿，我倒是信的。只不过你忠心的不是刘家，而是我祖母一人，对吗？这本账也是广来楼的，不过他记的不是酒楼的流水，而是连掌柜你自己。3年前5月初3，连掌柜以令郎之名，在城南置办3进宅院一座，花费3200白银。巧的是，等月广来楼的账目上正好有一笔3000两的陈年佳旧采买亏空。2年前腊月18，连掌柜的独子在城西百乐赌坊一夜输掉5000两。更巧的是，广来楼次日便失火，烧毁库房一批名贵药材，报损恰好是5000两。还有去年你为城外那位新寡的王氏购置良田50亩，又买了一对金镯子，花销不下2000两。而广来楼的账上多了一笔又一笔修缮采买的零散开支，加起来不多不少，正好是这个数。连掌柜，这些年你从广来楼里拿走的远不止这些吧？你将我母亲的心血当初你的私产，供你挥霍，养你的外室，填你儿子的窟窿，你真是好大的胆子！连掌柜，现在我们可以谈谈那笔3万两的亏空了吗？夫人饶命，世子爷饶命！是老奴鬼迷心窍，是老夫人，都是老夫人指使的。她说嫁妆早晚是刘家的，70%利润都送回了老宅，进了她的私库。拖出去！连中，身为广来楼掌柜，监守自盗，中饱私囊，侵吞主家财产。从今日起，他不再是广来楼的掌柜。陈掌柜，你在广来楼有10年了吧？回夫人的话，整10年了。我查过你的账，你手上不干净，每年总要从采买的账目里花下那么110两银子，不多，但也不少。但我也知道，广来楼这10年的生意，一大半都是靠你撑起来的。没有你，广来楼早就被连中蹭空了。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把你这些年做的真账一笔不落的交出来，再把连中与刘家老夫人的勾当原原本本写成陈情，戴罪立功。这广来楼大掌柜的位置，就是你的。罪人陈平，谢夫人知遇之恩。从今往后，陈平愿为夫人当牛做马，万死不辞。你怎么知道那个姓陈的一定会帮你？因为一个被压制了10年的人，比谁都渴望出头。夫人这招敲山震虎用得妙，现在那些家伙怕是连觉都睡不着了。接下来打算如何？名单上这7家是油水最足，也是最顽固的。有劳夫君明日带着你的人去挨家挨户的喝茶。饶命！饶命啊！我招，我全招，是老夫人，都是老夫人指使的。快看，世子夫人来了！嘘，别多嘴。陈掌柜，看你的。夫人，布庄去年的采买价比市价高出30%，银子都进了王掌柜在城西置办的宅子，这笔给织造房的预付款子虚乌有，银子最后转手进了刘家老夫人的外省开的钱庄。人送官，家产查抄。别动！活该！贪心不足蛇吞羊。老夫人，世子夫人她把所有铺子的掌柜都换了，咱们的人一个不留，全被送官了。好个刘景欢，这是要断了我的根啊！世子夫人来了，夫人今日心情大好。母亲所家庄产业如今已尽数清点完毕，多亏了夫君出手，那些杜虫硕鼠已全部清理干净，追回的亏空银两与货物折合共计13万7千两。
这是新做的账目，请母亲过目。哦，这么说是瑶儿帮你办成的？回母亲，正是如此。儿媳一介女流，那些掌柜杨凤因为又有刘家老夫人撑腰，她带着侯府护卫，不过3日便将那些顽固之徒一一敲打得服服帖。有夫君的雷霆之威在前，儿媳才能在后方顺利的核查账目。说到底，这一切都是夫君的功劳，儿媳不过是跟在后面做了些的琐事罢了。夫人笑了，你做得很好。瑶儿平日看似顽劣，有你从旁协助，我也能放心不少。多谢母亲夸奖。这些产业既是你的嫁妆，往后便由你全权打理。侯府信得过你。夫人，世子夫人，刘府派人送了帖子来。你父亲派人送来的，说是让你也沾沾喜庆。下月初3，你妹妹就要嫁入萧家了。下月初3，太快了，快得不正常。这确实是喜事，恭喜父亲，也恭喜妹妹，总算得偿所愿，有情人终成眷属。哦，你倒真是大度。你这个妹妹是个有福气的，萧家这么急着把人娶进门，可见是真心看重。真心看重，不是骑虎难下，未婚先孕。是了，只有这个理由才能解释一切。刘锦欣的肚子等不及了，妹妹能得偿所愿，做姐姐的自然为她高兴。时辰不早，儿媳便不打扰母亲歇息了。去吧。世子夫人走得好快。红玉，小姐，您吩咐。我们出嫁前留在刘府的几个眼线还用吗？小姐放心，一直都联系着，想办法联系上他们。我要知道二小姐刘锦欣最近都在见什么人，吃什么药，尤其是有没有请过大夫，哪怕是以调理身体的名义。是，小姐，奴婢这就去办。刘锦欣、萧雨辰，你们想用一场婚礼来遮丑，我偏要让这场婚礼变成你们永世不得翻身的刑场。小姐，查清楚了，药方呢？二小姐确实没有请过太医，但梅姨娘偷偷从外面请了一位坐馆大夫，对外只说是给二小姐调理身子、补气血。奴婢买通了车夫，又花重金从药堂伙计那儿带到了方子，那大夫开的根本不是什么补气血的药，而是实打实的安胎药。奴婢怕出错，特意请沈家派来的老掌柜看过，他老人家一口咬定，这绝对是给怀孕不足3月的妇人保胎固元用的。证据确凿，天真的可笑。你们越是想炫耀什么，我就越要毁掉什么。这罪证现在还不能用，它最大的价值是在婚礼那天，给所有人一个惊喜。夫人这是在销毁什么罪证？夫君，下月初3我那好妹妹大婚，你我夫妻2人一同去给她送一份大礼，如何？夫人的大礼，为夫自然要亲自奉上，才显诚意。哟，世子夫人回门了，这排场。大小姐、姑爷一路辛苦，喝杯热茶暖暖身。你是个什么东西，也配给本世子奉茶？世子说笑了，妾身只是……祖母，孙女来看你了，你要好生休养才是。世子夫人真孝顺。锦欢，听闻祖母前些日子为了锦欢的嫁妆费心劳神，这才病倒。这人啊，年纪大了就该放宽心，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想多了念多了，都容易折寿。老夫人，你怎么了？快，掐人中，水来了，去请大夫。祖母需要静养，我们就不打扰了，好生伺候着。老夫人没反应啊，快去请大夫。走，老夫人。父亲，明日妹妹出嫁，我想去见见她，与她说几句提子话，全了姐妹情分。
不必了，锦心他正忙着试嫁衣，乏了，已经歇下了。你有什么话，为父代为转告便是。不必了，锦心他正忙着试嫁衣，乏了，已经歇下了。你有什么话，为父代为转告便是。既然如此，我是特逼月里团制的安神香，有凝神静气之效，还请父亲代为传教，就说是我这个做姐姐的一点心意，祝他新婚之夜能睡个好觉。锦心，这是你长姐差人送来的，说是安神香。他送来的，他会有这么好心？小姐，大小姐如今是世子夫人，许是想和您缓和关系呢。毕竟明日您就是萧家少夫人了，身份不同了。算他识相，他再风光又如何？还不是嫁给一个顽徒守活寡？这不过是他向我认输的表示，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施舍。去，把这香点上，我倒要看看我那好姐姐的祝福是不是真能让我安神。是小姐。你就这么确定他一定会用？一个自卑又自负的人，在即将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时，会将任何来自对手的善意都解读为认输和示弱。他不仅会用，还会燃上一整夜，在我的祝福中做着成为萧家主母的美梦。那香里加了什么？一种叫紫心草的东西，它本身无毒无害，可一旦与安胎药中的某些药材相遇，便会急剧加重孕妇的孕吐之症，尤其是在情绪激动或身体劳累之时，那感觉会比寻常孕妇猛烈10倍，任谁也压制不住。那我便提前预祝夫人明日心想事成。小姐，一切都安排好了。刘府那边传来消息，二小姐昨夜点了整晚的净莲香，今早起身时还特意命人又换了新的。好戏该开场了。武安侯世子和世子夫人也来了，新郎官的前未婚妻来喝喜酒。岳父大人也在，今日刘家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就是不知您嫁的是哪个女儿啊？吉时已到，新娘入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差不多了。夫妻对拜。这是怎么了？这模样怎么看着像害你啊？来人，去请大夫，立刻给我好好看看我们萧家的新媳妇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夫人，你这出戏请的角儿可真齐。恭喜萧大人，贺喜萧大人！喜从何来？令公子夫人并非身体有恙，而是有喜了。从脉象上看，这是喜脉，已近3月了。未婚先孕，奉子成婚，恬不知耻，简直是败坏门风！刘大人，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女儿，我们萧家要退婚。来人，把这位刘二小姐给我请出去！让开！月辰哥哥，救我！你救救我！孩子是你的，你不能不要我！你滚开！先生，不，我是萧家的媳妇儿。爹，这身凤冠霞帔是我们萧家置办的，她也配穿？来人，给我扒下来！这等不干不净的东西，也想沾我们萧家的光？是，真扒呀！真扒！不要！活该，丢人现眼！夫人这一手釜底抽薪，真是精彩绝伦。釜底抽薪
抽的若只是些烂柴，又怎能让火彻底熄灭？小姐，萧家直接用破板车把二小姐扔回了刘家大门，就像扔垃圾。听说二小姐孩子没了，现在整个刘家都成了京城的笑话，老爷连着几日告病没敢上朝。萧家呢？萧家更是焦头烂额，萧公子当天就气得吐了血。萧夫人放出话来跟刘家没完，现在满京城都在传，说刘二小姐品行不端，是百年难遇的荡妇。红玉，去把刘宝找出来。是，小姐。饶命！不是小的要害大小姐的，是二小姐和萧公子逼我的，他们事后要杀我灭口，求世子夫人饶了小的一条狗命吧。抬起头来，你想活吗？想，小的做梦都想活。你恨他们吗？恨那个将你当做棋子用完就要丢弃的刘锦欣吗？恨那个视你性命如草芥的萧雨？恨那个为了家族颜面就要将你陈塘灭口的我的父亲？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不仅能保你性命，还能给你一大笔钱，足够你远走高飞。最重要的是，我能让你亲手把那些践踏你的人也拉进地狱。夫人要小人做什么？但凭夫人吩咐，小人万死不辞。去京兆尹府明冤。那不是刘家的家丁刘宝吗？他不是失踪了？看这架势，是要告状啊！走。这下子好惨啊！家又完了。草民刘宝，原是刘府家丁。堂下何人？所告何事？草民要状告翰林学士萧家公子萧雨辰与刘家二小姐刘锦欣构陷忠良，意图谋害人命。肃静！刘宝，你可知诬告朝廷命官是何罪名？草民知道，草民所言句句是杀人明鉴。这私下找到手软，许诺100两银子，让小的躲在大小姐床下，待他信号便抽出来玷污大小姐的清白。是。后来萧公子又将苏世子骗至后花园，再抬进大小姐房间与小的共处一室，伪造出一副捉奸在床的假象。你既是同谋，为何事发之时不来报官，偏要等到现在？回禀大人，因为小的直到昨日才知晓，刘锦欣腹中的那个孽种根本就不是萧雨辰的。大人，小的还要告发他们二人欺君罔上，败耗人伦。小的要告发他们通奸。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刘宝，这等污言秽语是足以让你凌迟处死的弥天大罪。大人，草民没有胡说，小的与二小姐与刘锦欣早已有了私情。二小姐记恨大小姐久矣，只要小的帮她把大小姐拉下马，待她嫁入萧家，便会提拔小的做管事儿。到时候先着把黄了香搓的骨肉，她黄小的只能想一口公子尽快完婚。可怜的萧公子那么急着办心思，将刘宝暂时收监，待传唤相关人等后再审。退堂。话说那萧家公子头顶一片青青草原，成了全天下笑话。公子，不好了，外面都传疯了！滚！还有什么能比现在更糟？公子，刘家的家丁刘宝去告状了。他说刘二小姐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你说什么？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外面的人都说你是天底下第一好的冤大头。孽障，真是个孽障！刘锦欢一定是他这个灾星在背后捣鬼。来人，去武安侯府，就说我病重，让世子夫人让他立刻回来见我。是。你还知道回来？看看你做的好事！如今刘家名声扫地，我在朝中处处受人耻笑，这一切都是你害的。父亲此言差矣，女儿嫁入侯府后信，竟要背上做罪名。你还装？那家丁那么大的胆子，去供堂上胡言乱语！父亲，你有怎烧拿手吗？又怎会指使他？或许是他被逼急了，才口不择言吧。女儿也觉得匪夷所思。只是父亲今日叫我回来，难道是想让我去告诉京兆尹大人，刘宝之前说的都是假的，确有私情？父亲是想让我出面澄清，说妹妹腹中的孩子确实是萧公子。可如此一来，萧家岂非成了无故退婚、羞辱我刘家的罪人？父亲，你是想为了妹妹与萧家彻底撕破脸吗？我打死你这个逆女！放肆！这是我们刘家的家事，你一个下人也敢插手？父亲，我现在是武安侯府的世子夫人，这一巴掌下去，你想好后果了吗？放开！刘锦欢，你这个贱人，给我出来！是你害我，所有事都是你设计的。我的婚事，我的名声，我的孩子，全都被你毁了！你这个蛇蝎心肠的毒妇！妹妹，你病了。我没病，我清醒的很，我要杀了你！我跟你同归于尽！
住他！真是好大一场热闹啊！夫人受惊了。贵府的二小姐当初与萧雨辰联手构陷我与锦欢，此事京兆尹府尚未结案，如今她又当着我的面意图伤害我的夫人，还风言风语我们武安侯府，这笔账记下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等一个人死。刘宝这颗棋子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活不了多久了。你是说岳父大人会杀人灭口？会的，我那位好父亲宁可断臂求生，也绝不会让刘家的丑闻有任何翻案的可能。就是一根刺，他刘家是如何教女府方隐，所以刘宝必须死。而且就算刘宝的案子尘埃落定，但根基未动，谁说有损伤？刘宝的死不是结束。你觉得一个刚刚受尽奇耻大辱、被全京城嘲笑的男人，在得知那个给他戴绿帽子的家丁关进大牢后，最想做什么？嫁祸。所以等刘宝一死，我就会放出风声，说是萧雨辰刘宝活活打死，伪装成自杀的模样。这个说法，他完美契合了萧雨辰此刻的心境动机。届时全京城的人都会相信，是他为了挽回自己可怜的尊严，心狠手心也干。他们联手将我推入地狱的时候，就该想到欠我的一件一件，慢慢讨回来而已。世子夫人到了。小姐，不，夫人，什么事？京兆尹府那边传来消息，今天清晨巡查牢房时发现，人犯刘宝畏罪自杀，在狱中撞墙而亡了。知道了。红英，你过来。你去，萧家公子萧雨辰已经是如何的犹豫，伪造成了消息传了出来。记住西子，可以说刘宝死状是如何传了出来。奴婢明白，细节越多，听着越真。去吧。各位客官，可知那桩丑闻又出新篇了？萧家公子不堪受辱，竟在狱中，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那萧家公子看着文质彬彬，竟能做如此歹毒之事，可不是吗？为了这点脸面就去杀人灭口，这心肠也太黑了。查！给我查！到底是谁在背后造谣？父亲，我没有。雨辰，快！萧公子是冤枉的！对，这个杀人凶手！别表演了！老爷，现在外面都传疯了，都说萧家欺人太甚，不仅当众退婚羞辱我们，如今连我们府里的一个下人都不放过。欺人太甚，真是欺人太甚！去，把张师爷给我叫来，立刻，马上！是。老爷息怒，萧家此举确实是欺人太甚，只是如今他们势大，我们若是硬碰，恐怕硬碰！我就是要硬碰！我为官多年，难道还怕他一个上古之家不防？他萧家能有今天，靠的是什么？还不是官商勾结，暗地里做了多少见不得光的勾当？这里面是我早年与他家打交道时，无意中留下的一些东西。他江南不是元气茶叶大伤。我要和放印子钱逼得家破人亡。老爷英明，再联系几位与您交好的御史，一同上奏，足以让萧家元气大火。我要他萧家万劫不复。大人，有御史弹劾皇商萧家欺行把式，偷税漏税，罪大恶极。夫人，你这盘棋下的可真够慢的，再这么耗下去，你爹和萧老头子怕是要先把对方给耗死了。火候未到，再好的食材也做不出佳肴。他们如今只是凭着一股血气之勇在胡乱撕咬，看似激烈，实则毫无章法。这样的争斗得让挚友被他们装笑料。那夫人的意思是，得他们相信握着几变绝世好剑。我懂了，我手下有个专做旧账的高人，能做得像是一本通天案的罪证。巧了，我这里也有一份薄礼。夫人真是深藏不露，有了这两样东西，他们怕是连棺材都替对方准备好了。老爷，这是城西一个旧友托人送来的，说是能助您一臂之力。天助我也！天助我也！老爷，有人送来的匿名信。哼！
刘为正，你的死期到了！小老狗，你不得好死！刘为正，我今日定要将你扒皮抽筋！吵完了。朕的朝堂是尔等清雅私斗的角斗场吗？朕的江山社稷是供你们这些市民门阀泄私愤的玩物吗？这真是报应啊！听说这萧家大公子就是为了个庶女，才退了刘家嫡女的婚。可不是嘛！现在好了，一个流放3000里，一个家被抄了，都完蛋了。小姐，萧家男丁流放，女眷莫为官奴。刘老爷本是死罪，可侯爷竟在朝堂上为他求了情。陛下念在侯府颜面，只革了官职，抄没部分家产。小姐，侯爷为何帮他？他不配做您父亲。公爹他究竟在想什么？世子夫人，老夫人请您去暖阁一趟，说是有提几话要同您讲。景欢，过来坐。景欢，我知道你心里或许有疑问，侯爷今日为何要为你的父亲求情？母亲明鉴，媳妇儿确实心中存有疑虑。景欢，你觉得此番扳倒刘萧两家，侯府靠的是什么？是证据，是时机，也是夫君与侯府的威望。说的都对，但也不全对。我有突知武安侯皇苍这门风作，也有是个美平的旦角。刘萧两家互相攻北，搅乱朝纲，离失余地，慎传了圣意，得了美臣本分。若是再对你的生父赶尽杀绝，不留一丝人毫发无损，你觉得在皇上眼中，我们侯府会是个什么形象？功高检皇上们武安美，对任何一个帝王都不是幸事。功高做主又太过强大、太过冷酷的臣而言，从来不是功劳本身勇高，而是帝王觉得你的存在已经构成了威胁。所以侯爷出手保下你的父亲，其一是做给满朝文武看的，彰显我侯府并非不念旧情，有容人之量，这是仁德。多谢母亲教诲，媳妇受教了。好孩子，快起来！侯爷为你留了你父亲一命，也是为你留了退路。只是刘家后宅如今成了个烂摊子，无人主事，怕是还要乱上一阵子呢。母亲又给你上课了，看你这愁眉不展的样子。我在想，祖母梅家的那些人留家留几心，其日如复古之初，我便一日难安。可我如今的身份，不便再亲自插手刘家后宅之事。说来可笑，扳倒2个家族我都没觉得如此棘手，如今反倒被这几个人难住了。谁说要你亲自出手了？杀鸡焉用牛刀，对付后宅的肮脏事儿，自然有更专的法子。什么法子？你想想，你是丢，一胜家，你说这样一个意志消沉、形同活死人的男人，最需要的新夫人，聪明，正是如此。釜底抽薪，莫过于此。妙，实在是妙。夫君心中可有人选？山人自有妙计。府里的账册、库房钥匙、各处对牌都拿来吧。怎么，还要我亲自去搜？还是说这刘家如今轮不到我这个新主母说话了？从今日起，我便是这刘府的主母，府里的一切规矩都由我来定。以前那些偷奸耍滑、阳奉阴违的勾当，都给我收起来。谁要是让我抓到，别怪我心狠手辣，直接打发到人牙子那里去，拖下去，一人赏20板子，打完就丢出府去。这菜是怎么做的？咸得发苦，才刚进门就把这府里弄得乌烟瘴气。我嫁的是你儿子，不是来伺候你的。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我明日就带着我的嫁妆回娘家，让你儿子打一辈子光棍。你把老夫人抬回房里，请个大夫来看看，别让她就这么死了，那也太便宜她了。是。那个梅姨娘现在关在何处？没事，夫人，你可知罪？罪，妾身何罪之有？妾身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的苦劳就是教出一个未婚先孕、不知廉耻的女儿，害得刘家沦为全京城的笑赏，害得老爷被罢官抄家嘛。你教女无方，败坏门风，让刘家祖宗蒙羞。这桩桩件件，哪一件不够你死杀10回？
不是的，锦溪她只是一时糊涂。老爷，夫人，这是做什么？老爷救我！这个女人要杀了我！老爷是想为她求情。她毕竟是锦瑞的生母，就算有错，不至于。你的官是怎么丢的？刘家的脸是怎么丢光的？就是因为她和你那个好女儿，你还想护着她？是嫌我们刘家如今还不够惨吗？只是放人，老爷可以。这个家是否是兴是亡，就都与我张氏无关了。一切都由夫人做主吧。堵上他的嘴，拉出去。那里头关着的是谁？回夫人，是二小姐。我的孩儿，娘带你去找爹爹。雨辰哥哥，你是状元郎，会骑着高头大马来娶我的。夫人，小的刚刚得到消息，萧家被判流放的队伍，明日一早便要出城了。去备一辆最破的板车，再找2个老实的家丁，明日天不亮就把二小姐送出城去。夫人，这是要送二小姐去？送她去追随自己的心上人，就说是我这个做主母的怜她一片初心，特意成全了他们这对苦命鸳鸯。是。新夫人手段了得，老夫人一病不起，梅姨娘被发卖到了虎寒庄子。至于二小姐，今日一早也被新夫人用一辆破车送去追赶萧家的流放队伍了。小姐，所有仇都报了。接下来呢，没有复仇的快意，只剩下茫然空虚。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又该去向何方？在想什么？在想京城的冬天是不是快来了？京城的冬天来不来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些人的冬天已经到了。刘萧2家倒台，朝中空出了不少位置，几位皇子最近可是动作频频。这盘棋因为你彻底活了。从前我扮作纨绔，是因为武安侯府的地位不上不下，太过扎眼。若我表现得太过出众，难免会被卷入夺嫡的漩涡，成为某一方的刀，或是另一方的眼中钉。藏锋守拙是为了自保，也是为了等待时机。如今朝局震荡，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些肥缺上，反倒没人会再盯着我了。所以我不需要再装下去了。我想去边关，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当建功立业，马革裹尸。京城这方寸之地，困不住真正的蛟龙，可若藏得太久，鳞爪锈了，筋骨钝了，怕就真成了泥鳅，再也腾不起云了。京城的是非已经了结，简欢，你愿意放下过去，陪我一起去看看边关的万里黄沙吗？边关何其荒诞，又何其诱人。留在这里，在侯府的后院里应酬，管理着早已尽在掌握的铺子，看着银子流水般的进账。然后呢？京城是我的战场，也是我的囚笼。如今仇恨已了，这战场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坟墓。留在这里，我将永远活在过去的血腥味里。我不想再做京城医坛里打滚的泥鳅，我想做腾云驾雾的蛟龙，去建功立业。他没有说你必须陪我去，也没有说留在这里等我，而是问我，你愿意吗？我陪世子一起去。这么晚了，你们小两口不好好歇着，倒跑到我们这儿来了。父亲母亲，儿子想去边关。什么？瑶儿，你胡说什么？好端端的去边关那种苦寒之地做什么？那里刀剑无眼，你……景欢，这也是你的意思？回父亲，
儿媳支持夫君的决定。胡闹！你们两个是疯了不成？京城里有什么不好，非要去那九死一生的地方？母亲，武安侯府如今看似荣耀，实则不然。父亲受圣上倚重，但也因此如履薄冰。儿子若一直如此，外人只会觉得侯府后继无人，将来朝局有变，侯府便是首当其冲的靶子。儿子不能永远只做一个继承者，唯有建立属于我自己的功业，让圣上看到我的能力与忠心，才能真正稳固侯府的地位。好，不愧是我苏家的儿子，我准了。你这孩子怎么就选了这么一条苦路？边关风沙大，天寒地冻的。妇人之见，我沈家的女儿岂是那等娇花？这是我们沈家商队在北地多年的路线图，标注了所有安全的驿站和接头人，有事可凭信物求助。好小子，你记着，若敢让我外甥女受半点委屈，我可饶不了你。怎么，舍不得京城的繁华了？不，只是在想前路漫漫，不知还会遇见些什么。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我在，你只需安坐车中，看看风景便好。停！有埋伏，保护世子和夫人。别怕，待在里面别动。夫君小心！你怎么了？这是宁国公府的私印徽记。原来如此，我们前脚刚走，他们的刀后脚就跟上来了。这不是劫匪，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我们以为的终点，不过是另一个更凶险的起点。后宅的阴谋与这真正的朝堂杀机相比，简直如同儿戏。京城的幽灵可真是阴魂不散。他们以为我苏之遥离了京城，就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病猫。那便让他们看看，脱去锦袍的龙，究竟是泥鳅，还是会呼风唤雨的神。这笔账我记下了。李卫长，属下在。把这些尸体处理干净，所有能暴露他们身份的东西全部销毁，现场伪装成一场寻常的山匪劫盗，越乱越好。找些破旧的兵刃丢在附近，再把我们2辆马车的财物搜刮一空，丢在不远处的山沟里，做出被洗劫过的样子。是，属下明白。另外，放出消息去，就说武安侯世子遭遇悍匪，虽侥幸逃生，却也受了些轻伤，队伍显得颇为狼狈。是。宁国公在边关必然有他的人脉，我们这一路怕是不会太平了。到了朔州才是真正的开始。边关
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彩。你怕吗？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怕。诸位一路辛苦了，快进城吧。侯爷的信我早就收到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那就要多劳烦陈将军了。世侄初来乍到，这里清静，方便你熟悉军中环境。这些都是我朔州军中的百战老兵，经验丰富，有他们跟着，世侄的安全绝对万无一失。城东30里外那片戈壁近来不太平，就劳烦世侄带队每日巡视了。一切都听陈将军安排，有劳将军费心了。京城来的小白脸儿，拿得动刀吗？别到时候尿了裤子，还要我们来救！放肆！竟敢对世子无礼！世子在朔州，咱们只认军功，不认爵位。老子在刀口上填写的时候，你家世子还在京城哪个温柔乡里打滚呢？就是想让我们听话，先问问咱们手里的刀答不答应？你说的有道理，军中的确是靠实力说话。既然如此，我们便按军中的规矩来，你我比试一场，如何？我没听错吧？这小白脸要跟黑熊比武，黑熊一拳能打死一头牛，他这小身板怕不是要被拆了？小子，老子怕一不小心打死你，侯爷怪罪下来担当不起啊！无妨，我若输了，从此绝不干涉你们半分；我若侥幸赢了，你们这支100人队便要无条件听我号令，令行禁止，敢不敢赌？好，这可是你自找的，弟兄们都听见了。今天就算把他打残了，也是他自己活该。以后跟着我，有肉吃。我去，这小白脸比陈将军还狠，可不是吗？不过跟着他操练完，晚上的肉汤是真香啊！不想身子。小姐，这些店铺背地里都是陈将军的产业，他们垄断货源，城里的百姓和军中采买都得被他们狠狠宰一刀。我知道了，陈平这是把整个朔州都当成了他的钱袋子。真的假的？这米价也太便宜了！别是骗人的吧？活菩萨，活菩萨，真是活菩萨下凡啊！将军，那女人的商号背景强横，我们弄不了他们，抢了我们不少生意，而且她还施粥收买人心。断我财路，夺我名望，一个妇道人家也想翻天。好一个苏之遥，好一个刘锦欢，一个在军中立威，一个在城中结网，是我小看你们了。文的不行，那就别怪我来武的。将军，北地小股骑兵突袭，已连破我3处哨所。召集所有将官，即刻议事。敌寇猖獗，竟敢深入我境，此战必要其有来无回。苏副将，你来朔州已有一段时日，练兵有方，本将有目共睹。但军功终究是要在战场上用敌人的鲜血来铸就的。末将但凭将军差遣。好，本将命你率部前往黑风口设伏，务必全歼此股敌寇，拿下第一功。
末将领命。哼，即刻点兵出发，不得有误。本将在此静候你的捷报。哼，呵呵呵。等我回来。夫君，此去万事小心。陈将军不怀好意，若遇不测，他或可救你一命。都打起精神来！大人，走错了，黑风口在那边。没错，黑风口是陈将军为我们选的坟场，但不是我为敌人选的。跟我来。敌军500骑骄纵轻敌，必不会料到我们敢于放弃黑风口，他们会长驱直入，而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我们以逸待劳，在此设伏，胜算在90%以上。听我号令，此战不求杀敌，但求自保。活下来，我们就有肉吃，有酒喝；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放箭！杀！不管了，跟将军一起拼了，保护将军！来人！将军有何吩咐？兄弟们，今天这一仗我们打赢了，但是在陈将军的眼里，在我们所有敌人的眼里，我们不能赢，因为一场小胜最多换来几句不痛不痒的嘉奖，但一场惨胜却能要了某些人的命。你们是想逞一时之快，还是想跟着我把那个巴不得我们去死的陈将军从主将的位置上一脚踹下去？将军，您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都听将军的。很好，传我命令，全军原地休整，所有伤员伤势往重了报，所有战利品精良的藏起，破烂的堆在一起，再找个机灵点的换上破衣服去朔州城送信。将军，信使求见。让他进来。报将军，苏将军在黑洞口遭遇敌军主力，虽全歼来敌，但我军伤亡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啊！哈哈哈哈哈！原来是惨胜，杀敌1000，自损800。这个愣头金手下没人了，就成了一个光杆将军，再也掀不起风浪。好，苏圣子骁勇善战，不负侯府威名，速速整理战功。本将要亲自为苏将军请功，另外拨付一些伤药过去，让苏将军好生休养。惨胜，这奏报处处都是破绽，敌军规模、我方兵力、战损比例，含糊其辞，做贼心虚。陛下，武安侯府有密折呈上。好一个陈泰，好一个宁国公！宁国公，朕早就想动你了。苏之遥这把刀递得好。传旨，召户部尚书张维善入宫觐见。爱卿，你即刻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携朕的犒赏去一趟朔州。臣
遵旨。朔州的兵权不能再掌握在庸人手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武安侯世子苏之遥于一线天之役，智勇双全，身先士卒，全歼来犯之敌，扬我国威，特进3级，赏黄金1000两，锦缎100匹，钦此。令朔州主将陈泰在此战中调度失当，情报有误，致使将士陷入险境，着即刻收回兵权，暂留军中，听候调查。陈将军，圣上的旨意你可听清楚了？来人，护送陈将军回府休息，没有本官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入。我全都说，是宁国公指使我这么干的。宁国公抄家入狱，夫人，从京城到朔州，我们终于真正站稳了脚跟。这只是开始。